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宁。家里有凡士林的朋友们，赶紧去把你们家的那罐子找出来，好好看看它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大家可千万别想当然，觉得这不就是颜色不一样吗？包装不同而已，效果肯定差不多。我告诉您，这想法可太错特错了。这两者的区别，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您要是稀里糊涂用错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往脸上涂错了，可能越涂皮肤越暗沉，不小心给伤口抹错了，搞不好还会导致化脓感染。这一黄一白虽然都顶着凡士林这个名字，但一个可能是修护脚后跟干裂的救星，另一个才是呵护娇嫩脸庞的卫士。用对了，它就是咱老百姓家里实惠又好用的宝贝，可用错了，那真是给皮肤找罪受。今天张宁就给大家把这事讲清楚，保证您听完之后再也不迷糊。我呢，主要给大家讲明白3件事。这第一件就是最根本的，这颜色一黄一白到底差在哪了？是厂家随便加了点色素吗？第二件是大家最关心的实际应用，针对咱们生活中常见的皮肤问题，比如那恼人的脚后跟开裂，或者脸蛋干燥，到底该选哪个颜色，怎么用效果才最好？第三件，张宁还要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小妙招，叫手部回春操。成本也就几毛钱，在家就能做，让咱们那双因为操劳而变得粗糙的手重新找回白嫩的感觉。咱们先从根儿上讲起，解决的一个大疑问，这凡士林为啥会有黄、白2种颜色呢？难道真是像有些朋友猜的那样，是生产的时候加了不同颜色的染料吗？或者它俩的原料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其实啊，这事儿还得从凡士林的出身说起。大家都知道凡士林是一种矿物质，但它具体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石油里头提炼出来的。您先别一听石油就皱眉头，觉得这玩意怎么能往身上抹呢？您想啊，很多物质经过科学严谨的提炼和纯化之后，性质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得非常安全可靠。这就好比咱们天天吃的大米，您想想看，刚从田里收上来的稻谷，脱了壳之后，是不是就是黄褐色的糙米？看起来糙糙的，颜色也深。可咱们要是把这糙米再经过精细的加工，把那层米糠皮层给磨掉，露出来的不就是咱们日常吃的雪白雪白的精米了吗？这凡士林的黄白之分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那个黄色的凡士林就好比是糙米阶段，它呢是从石油里提炼出来的初级产品，加工程度相对浅一些，所以里面还保留了不少石油中天然的矿物质成分，以及一些原有的色素。正因为这些原生态的东西还在，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一种淡淡的琥珀色或者浅黄色。也正因为加工步骤少一些，它的性格就特别实在。您要是用手指挖一点，在手上捻一捻，就能明显感觉到它的质地非常厚重，特别粘稠，油润感十足，甚至有的产品还会带一点点原料本身的气味。这就是它最本真、最原始的状态。而那白色的凡士林呢，就是精米阶段了。它是在黄色凡士林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深层次、更严格的提纯和精制。科学家们通过复杂的工艺，把里面那些被认为是杂质的成分，包括色素，都给干干净净的去除掉了，最后得到的就是纯度极高的矿物质基质。这个过程就像给糙米做了个精细的抛光，让它变得晶莹剔透、洁白如雪。而且啊，能达到这种洁白度和纯度的凡士林，往往符合一个更高的标准——医疗级。啥叫医疗级？就是说它的纯度非常高，杂质非常少，安全性好到医生都敢拿它当做药膏的基底来使用，或者直接用于一些创面的护理。所以，咱们说到底，这黄和白最本质的区别，其实就是纯度的高低。黄色的纯度高，还是白色的纯度高啊？对，是白色的纯度更高。听到这，可能有朋友会立刻反应，哦，我明白了，那肯定是越纯的越好啊。白色的那么干净，还是医疗级的，以后咱就只买白色的，黄色的那个不纯，干脆别用了。张宁得告诉您，这话说的可有点绝对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黄色的和白色的凡士林，那也是各有各的绝活，各有各的主场。咱们先来好好说说这个黄色凡士林。刚才讲了，它质地厚重，黏糊糊的，油性特别大。
所以很多追求清爽感的年轻人，特别是爱美的小姑娘，可能不太喜欢它，觉得把它涂在脸上，就好像糊了一层不透气的油膜，闷得慌，还担心会堵塞毛孔闷出痘痘来。但是啊，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这个厚重，这个油润恰恰是它最可贵、最对症的优点。为什么呢？因为人年纪一大，皮肤的皮脂腺功能就减退了，自己分泌油脂来保湿的能力是大不如前。您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后背莫名的发痒，小腿前面的皮肤干得掉皮屑，一片片的，看着像鱼鳞似的。尤其是脚后跟，一到秋冬天，那裂开的口子深得吓人，有时候走路都扯着疼。到了这个时候，您再抹那些稀溜溜的水润型的乳液，基本上就不顶事了。刚涂上去觉得湿湿的，没几分钟就蒸发干了，皮肤该干还是干。这时候您就需要黄色凡士林这种重型保湿武器出场了。它的核心本事就是封闭性超级强，它不像水乳液那样给皮肤补水，而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牢固的、密不透风的保护膜。这层膜就像给干裂的皮肤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油润的棉被。有了这床棉被，皮肤内部那点好不容易才有的水分就被牢牢地锁住，跑不出去了。同时，外面干燥的冷风、灰尘也钻不进来。它就是靠这种与世隔绝的方式，给皮肤创造一个自我修复的湿润环境。那黄色凡士林具体最适合用在哪些地方呢？张宁给大家分享3个它的黄金用法，您记好了，特别管用。第一个用法是专门对付脚后跟干裂长老茧的。这可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脚后跟的皮又厚又硬，像个铠甲，一旦裂开，那口子看着都疼，还可能渗血。您就去买那种大罐装、经济实惠的黄色凡士林，每天晚上用温水泡完脚之后，趁着脚上的皮肤还软乎，毛孔微微张开的时候，用干净的手指挖出厚厚的一大坨黄色凡士林，千万别省着，结结实实的涂抹在脚后跟的裂口和老茧上。涂完还没完，关键的一步来了，您要么剪一块保鲜膜，把涂好凡士林的脚后跟包起来，要么就套上一双透气吸汗的纯棉旧袜子，然后穿着它睡觉。您就这么坚持做上个3-5天，您再瞧瞧，那个裂口啊，就能收拢愈合不少，硬邦邦的老茧也会被软化。这个方法成本低，效果实在，比市面上很多几十块钱一支的所谓特效皲裂霜可能还要给力。第二个用法是用来护理手肘、膝盖这些关节黑黢黢的地方。咱们的手肘、膝盖平时摩擦多，容易堆积厚厚的角质，看起来颜色暗沉，摸上去糙糙的，像砂纸一样。您可以利用黄色凡士林的油润性，自己动手做个简单的磨砂膏。方法很简单，取一点黄色凡士林在手心，再撒上一点点家里厨房就有的细白砂糖或者细盐，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然后在洗澡的时候，身体淋湿了，就把这个自制的磨砂膏涂抹在手肘、膝盖这些发黑、粗糙的部位，轻轻的打圈揉搓。这里面的糖或盐颗粒能温和的把那些老废的死皮角质磨掉，而凡士林呢，就在摩擦的同时滋润着新露出来的皮肤。搓完之后用水冲干净，您再摸摸看，这2个地方会变得异常滑溜。坚持用，暗沉也能慢慢改善。第3个用法是把它当成一个家居保养小能手。这个虽然跟护肤没啥直接关系，但能让咱们的生活方便不少。黄色凡士林不是便宜吗？咱们除了抹身上，还能抹在家里不少东西上，比如说皮鞋、皮沙发、皮包这些皮具，用久了失去光泽，显得干巴巴的，甚至有细微裂纹。您用软布蘸取一点点黄色凡士林，薄薄的、均匀的涂抹在皮具表面，然后轻轻擦拭，就能起到滋养皮革、恢复光泽的效果，还能延缓干裂。再比如，家里有些金属部件需要润滑防锈，像门和叶吱呀响，剪刀有点钝，拉链拉不动，甚至轮椅的轮子转动不顺滑了，您都可以用棉签蘸取少量黄色凡士林，涂抹在需要润滑的部位，马上就能顺滑很多，而且它有油性，还能隔绝空气，起到一定的防锈作用。这可比专门去买各种润滑剂、皮革保养油要方便实惠多了。所以咱们给黄色凡士林做个总结。如果您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手脚严重干裂、身体皮肤极度干燥的问题，或者就是想找一种便宜好用的皮革保养剂、金属润滑剂，
那么选择黄色凡士林准没错，它量大、实惠、劲而足。说完了黄色的，咱们再转过头来好好聊聊这个白色的凡士林。既然它经过了深度提纯，杂质和色素都被去掉了，那它最大的特点用3个词概括就是温和、安全、低刺激性。咱们中老年朋友里有不少人皮肤比较敏感，用不对东西就容易脸红、发痒，还有一些朋友患有糖尿病等基础病，皮肤一旦有个小破损，愈合起来特别慢，而且容易感染。这时候在选择涂抹的东西上就必须格外小心。白色凡士林因为纯度极高，成分极其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容易致敏的添加物，所以对于敏感肌肤或者有特殊健康状况的皮肤来说，它就是那个最让人安心、最不会惹麻烦的选择。那白色凡士林的主场在哪里呢？张宁也给大家梳理了几个最重要的场景。第一个是面部保湿和嘴唇护理。冬天寒风一吹，脸上觉得紧绷绷的，干的难受，或者嘴唇起皮，一笑就裂口子。这种时候，您要是用黄色的凡士林涂脸，可能会觉得太过油腻厚重，皮肤呼吸不畅，确实有堵塞毛孔的风险，但用白色的就合适多了。您只需要取绿豆大小那么一点点白色凡士林，放在掌心，双手合十搓一搓，把它温热乳化一下，然后轻轻的以按压的方式敷在脸上特别干燥的区域，或者整个脸颊。它能很好的锁住您皮肤里的水分，缓解干燥紧绷，同时又因为纯度高、质量好，不给脸部皮肤增加额外的负担。尤其是护理嘴唇，市面上的润唇膏五花八门，很多加了薄荷醇或者各种香精，有时候反而越涂越干。您不妨试试，晚上睡觉前，在清洁后的嘴唇上厚厚的涂一层白色凡士林当做唇膜，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些干死的皮轻轻一搓就掉了，嘴唇会变得特别柔软水润。第二个是眼周皮肤的护理。人上了年纪，眼角眼下的细纹、鱼尾纹不知不觉就爬了上来。眼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特别娇嫩，也特别容易因为干燥而产生细纹。如果您觉得专用的眼霜价格有点高，或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产品，其实可以用白色凡士林来做一个非常基础的保湿护理。但是千万记住，用量一定要少。就用干净的无名指指腹，沾取米粒大小那么一点点白色凡士林，先在指腹间轻轻揉开，然后像弹钢琴一样，非常轻柔的点按在眼周皮肤上。它能形成一层有效的保护膜，锁住眼周水分，对于那些因为干燥缺水而形成的干性细纹，有很好的预防和淡化的效果。当然，对于已经形成的很深的皱纹，它可能无力回天，但作为一款基础的保湿锁水产品，它的性价比和安全性是非常出色的。第三个用法非常重要，是关于小伤口和特殊皮肤状况的护理。这一点，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尤其要注意。如果家里有需要长期卧床的老人，比较容易在受压部位产生褥疮，或者因为大小便失禁，臀部皮肤长时间被尿液、粪便浸渍，出现淹了的情况，那么白色凡士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隔离霜。在给老人彻底清洗干净并擦干皮肤后，在容易发红或已经发红的部位，薄薄的涂上一层白色凡士林，它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道物理屏障，把刺激性的尿液、粪便与皮肤隔离开，从而有效预防和减轻褥疮、尿布疹的发生。另外，如果不小心划了个小口子，或者擦破点皮，只要伤口不深，没有严重污染，在清洁消毒后，可以涂上一点白色凡士林，再贴上创可贴。这样做的好处是，它能防止伤口渗出物与纱布、创可贴粘连，下次换药的时候揭开就不会撕扯伤口，减少疼痛，并且湿润的环境其实更有利于表浅伤口的愈合。但请注意，这种伤口护理一定要用白色的、医疗级的凡士林，因为它的超高纯度确保了不会有杂质带入伤口，引起感染的风险更低。第四个，它甚至还能用来做简单的护发。有些朋友烫染头发后，发尾干枯的像稻草，梳都梳不通。您可以在洗完头，头发吹到半干或者全干的时候，取极少的一点点白色凡士林，在掌心搓开，然后轻轻抓抹在干燥的发梢部位，头发立刻会顺滑很多，还能增加一些光泽感，效果不比一些油状的护发精华差。
或者是给婴儿护理臀部、处理微小伤口、敏感肌保湿，那么请您务必认准白色凡士林，它可能价格比黄色的稍贵一点点，但为了安全和效果，这笔投资值得。今天张宁就教大家一个在家就能做的手部回春法，不用花大价钱去美容院做手部护理，就用咱刚才讲的凡士林，再加上厨房里一件最常见的东西，成本几毛钱，效果却看得见摸得着。首先，咱们来准备材料，家家都有，特别简单。凡士林普通的白砂糖，一副一次性塑料手套，一盆温热水。材料齐了，咱们就开始动手。步骤如下：的一步，咱们拿一个平时吃饭用的小碗或者小碟子，挖出一大勺凡士林放进去。具体量呢，大概能均匀覆盖您2只手的手背和手指就行。第二步，往放了凡士林的小碗里，加入大约1勺的白砂糖，比例差不多1比1。如果您喜欢磨砂感强一点，糖可以稍微多加一点点。第三步，用个小勺子或者干净的手指，把碗里的凡士林和白糖搅拌均匀。您会听到沙沙的声音，看到白糖颗粒被包裹在油润的凡士林里。这样，咱们自制的纯天然无添加的手部磨砂膏就做好啦。第四步，把这支配好的混合物用手挖出来，均匀地涂抹在双手的每一个角落。不仅仅是手背手心，还有最容易干燥、常倒刺的手指缝、指甲边缘都要照顾到，涂得厚一点也没关系。第五步，这一步是起效的关键，按摩。就像平时洗手那样，2只手互相揉搓，或者用1根手指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打圈，让白糖的颗粒在皮肤上轻轻的、温和的摩擦。这个过程中，白糖负责把那些老化的、粗糙的死皮角质打磨掉，而凡士林则同步进行深层滋润。这个过程大概持续2到3分钟，您会感觉手上热乎乎的，很舒服。第6步，按摩完了，先别急着去洗手，把准备好的那副一次性塑料手套戴上，把咱们刚做完磨砂和初步保养的双手密封起来。这个方法在医学上有个专业名词，叫封包疗法。第7步，戴上手套后，您就可以放松了，坐着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安心等待10到15分钟。这段时间里，您会感觉到双手在手套里越来越暖和，甚至可能有点微微出汗。这是因为手套创造了一个密闭不透气的环境，您手部的体温散发不出去，皮肤表面的毛孔会在温热环境下微微张开。这时，凡士林这种油脂成分就能更好的、更深入地渗透到皮肤的角质层里，进行深度滋养和修复。第8步，时间到了，轻轻摘掉手套。这时您会发现手上还有很多油润的混合物，用温水把手上的凡士林和融化的糖彻底清洗干净。当您用毛巾轻轻擦干双手，低头去看、去摸的那一刻，您自己都会惊讶，这双手怎么能变得这么柔软、这么滑嫩，真的就像摸在剥了壳的煮鸡蛋上一样。那些明显的干纹和粗糙感，一次就能改善一大半，摸上去爱不释手。张宁建议大家，特别是秋冬干燥季节，可以每周坚持做1次这个手部护理。做完之后，那种滋润柔滑的感觉能保持好几天。不仅是手，咱们前面提到的脚后跟，如果干裂明显，也可以用完全相同的这个方法，涂好后套上保鲜膜或者穿厚袜子，也能获得不错的效果。最后，张宁需要非常认真、非常仔细地提醒各位朋友，凡士林虽好，它也不是万能的产品，它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也有需要注意的禁忌。特别是咱们中老年人在使用的时候，下面这4点注意事项，请您千万要记在心上。第一，烫伤、烧伤的伤口绝对不能用，这是最重要的提醒。如果您不小心被开水烫了，或者热油溅到皮肤上，第一时间千万不要想着涂凡士林、牙膏、酱油等东西。为什么？因为凡士林是油性的，封闭性很强，烫伤后皮肤组织受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个热量需要及时散发出去。您要是涂上1层凡士林，就等于给伤口盖上了1层密不透风的油膜，里面的热量散不出来，全部闷在皮肤深层，这会加重烫伤的损伤程度，导致伤口恢复变慢，甚至可能引发感染，让伤口更难愈合。第二，已经化脓、正在大量渗液的感染性伤口也不能用。如果伤口不仅破了，还出现了黄色的脓液，或者不停地渗出组织液，这说明伤口内部已经有细菌感染了，正在发炎。
这时候的首要任务是控制感染，保持引流通畅。如果您涂上凡士林，这层油膜会完全封闭伤口，阻碍脓液和渗出液的排出，等于给里面的细菌提供了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可能导致感染加重，向深处和周围扩散。第三，不要随意涂抹在鼻腔内部深处。有些老年人到了秋冬会觉得鼻子里面干燥、发痒，甚至有点疼，就喜欢用棉签蘸着凡士林往鼻孔深处涂抹，以为这样可以润滑保湿。这种做法需要注意安全，因为凡士林是一种矿物油脂，它不能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和代谢。如果在涂抹过程中不小心用力过猛，或者打喷嚏、吸气，将凡士林吸入到气管、支气管甚至肺部，这些油脂会沉积在肺组织里，可能引发一种叫类脂性肺炎的情况，处理起来比较复杂。第四，这一点是重要的安全知识，家里有需要吸氧的老人必须严格遵守，使用氧气设备时，严禁在吸氧区域使用凡士林。如果家里有老人因为健康原因需要长期吸氧，无论是使用制氧机还是氧气瓶，在吸氧期间，吸氧者的面部、鼻孔周围以及照料者的双手都绝对不可以涂抹凡士林或其他任何油性产品。为什么？因为凡士林是石油衍生物，属于可燃物质。在高浓度氧气的环境下，氧气的助燃作用会被增强，任何微小的火花、静电，甚至因为摩擦产生的热量，都可能引燃凡士林，导致燃烧风险。这在国内外的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安全案例。好了，今天张宁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凡士林的知识，从颜色区别到用法分类，从护肤方法到安全注意事项。最后，咱们再用简单的几句话，把今天的核心重点再回顾一下。一，买货用之前，先分清颜色。黄色的凡士林，纯度相对低，质地较厚重，封闭保湿力较强，是应对手脚明显干裂、身体干燥的常见选择，也可用于家居物品的润滑维护。白色的凡士林，纯度高，质地相对温和，安全性较好，是护理脸部、嘴唇、眼周以及处理微小伤口、敏感性皮肤和婴幼儿皮肤时的常用选择。第二，看清情况合理使用，脚后跟有裂口，想帮助恢复，可用黄色凡士林厚涂后配合保鲜膜包裹。脸上觉得干或者嘴唇起皮，可用白色凡士林，取少量薄薄的按压或涂抹。第三，牢记注意事项，安全的这是重要原则，需要遵守。烫伤烧伤别用它，化脓伤口别用它，避免往鼻孔深处涂抹。吸氧的时候注意不要使用它。咱们中老年人过日子，讲究的是实在和放心。养护皮肤不一定非得追求那些高价的产品，很多时候像凡士林这样经典朴实的老物品，只要我们真正了解它，用对方法，它就能发挥出比较好的效果。张宁希望今天这期内容能给您讲清楚，让咱们每一位朋友的皮肤在这个冬天都能得到恰当的照顾。如果您觉得张宁今天讲的这些对您和家人朋友有参考意义，请给我一些支持，也欢迎您分享给更多可能需要的人。好了，咱们下期内容再见。